今天这个节目想跟大家随便聊一聊，就是我过去一段时间对于中文海外互联网圈子的一些观察和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对哈，也不一定非常的严谨，但是我会想就是非常随意的跟大家聊一下。原因就在于说呢，其实我观察最近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推特圈子里面，关于特朗普上台以后两三周以内大家感觉好像非常的歇斯底里啊。对于很多人觉得他是独裁者，就是他跟马斯克在瞎搞；另外一帮人就会觉得说他们两个很棒。那其实这种感觉跟我在大选期间的观察非常的类似。那为什么就是嗯，大家对于同样一件事情或者同样一个新闻的这个感想或者是解读会相差这么的远？其实这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角度。那我也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累积了一些素材，我尝试想要去解开这个谜题。那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自己个人其实向来就有一个观点，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就是随着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能够随时更新我们的认知，因为这个世界是变化非常快的。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视频，就是把我自己过去一段时间更新的认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或许对您也有一些帮助。我想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更新两个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认知。第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其实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它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那所以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两极的这么一个世界的格局，是一个新的格局，不再是美国一超多强，就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您可以认为现在有两个超级大国，除了中国就是除了美国就是中国。第二个认知的话呢，是在于说，其实美国它国力已经相对衰落了，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个挑战，在各方面都开始显现了一个颓势，所以他们已经在采取一个战略收缩的这么一个格局，这么一个迹象。而第三个方面的话，我想就是从这个美国内部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民主制度已经从内部开始被腐蚀，所以他正在遭遇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危机。那之所以想要把这两个或者三个基本的认知先告诉大家，就是在于说在后面我也会用更多的一些数据一些事实来证明，就是这个认知是可信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只有基于这些基本的认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才不至于说看得走样，或者是跟真实的情况谬以千里。很多人其实我会发现说，在当年开始做推特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讨论欧洲为什么就是越来越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逐渐被中国跟美国抛弃的时候，我比较了一下，我说其实中国的这个 GDP， 尤其是它这个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这个 GDP 已经非常强了，基本上已经是超过了美国。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common sense 的一个常识性的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数据。我没想到就是激起了这个中推圈非常大的一个反弹，有很多人就是表示反对，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然后有另外一帮人就说，你其实好像老是在聚焦什么大国崛起什么大的格局宏大叙事，你不关心屁民的幸福什么之类的。所以经历过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我相信这个时间点大家再回过头来看所谓的东升西降这个事情应该没有那么多争议了。但是回想起在半年前那个时候我发的推特讲到说这个有一篇文章提到，就是你如果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被称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话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也许对于美国人或者对于很多中国人的他的自尊心有好处，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然后下面这个图表呢，就给大家显示，红色的是美国，然后蓝色的是中国。实际上中国早在2017年左右吧，2018年左右，它的这个用购买力评价计价的这个 GDP 已经开始超越美国了。而去到现在这个年份的话，大概已经我相信应该已经
达到了美国这个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这个 GDP 的1.2倍左右了。所以其实想想看，那个时候下面这个推特就是当时惹起非常大争议的这么一个推特，就是讲到其实我们早在2017年已经超越了欧盟跟美国这个 GDP， 然后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对，所以我们如果看一看就是在从现在开始的接下来的20几年在2050年以前的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不管你用任何一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 GDP 它都是一个快速上升时期，而相应的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盟也好，他们都会被中国超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然后在过去半年，其实我也发现，就是我们不断的发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电动汽车，比如说光伏产业，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什么刚刚过去的 DeepSeek 这个人工智能，比如说这个哪吒，比如说黑悟空，所有的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一个单个的案例都在表明，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就会在不同的领域不断的会发现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品牌，中国的产品就是产生了一些突破。然后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一次我分享一些类似的这种所谓中国的在科技行业在制造业取得的一些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表示非常不认同我的这些观点，觉得我是一个粉红，我是在就是吹嘘中国有多么了不起，觉得是厉害了我的国什么的。但其实如果你用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一个态度，用一个非常冷静的一个心理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发说这的确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事情然后也不断有人抨击我说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是习近平习大大怎么样未来就是让大家打鸡血，觉得好像共产党很了不起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事情呢，在学术上也不是就是第一次出现或这么一个说法，而是说事实上有一个叫做经济重心的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它就是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如果用一个物理学的重心来讲，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大的货船，对不对或者是一个飞机货舱，当你怎么样摆货物的时候才会让它比较平衡，因为它会这个重心，它有一个物理学的重心就会落在某一个地方是最合适的。那如果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来计算经济学的一个重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图表非常典型，它是麦肯锡做出来的。你会发现说在以前就是中国是世界重心的时候在中国古代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那个年代比如说唐朝，你会发现世界的经济重心实际上是在中国这个位置的。然后随着慢慢的当年比如说工业革命或者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重心实际上是从中国慢慢移到西方去到了欧洲。对，然后当然后来美国开始崛起了以后，这个经济的重心就逐渐从欧洲去到了大西洋比如说比较接近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中国的崛起，包括亚洲日韩甚至印度，他们的这个事实上经济方面的崛起以后，又开始把这个经济的重心慢慢的往东方拉，往回拉。所以如果回到2025年这个年份的话，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世界的经济重心实际上已经到达了中国的新疆以北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用经济学的经济重心这么一个概念来衡量世界的这个经济形势就是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这个经济活动它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比重的变化，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非常形象的一个发现点，就是东升西降，它是一个由实证数据支持的一个事实判断，它并不是一个我个人非常主观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就是基本认知的一个更新，就是你基本上可以认为
中国已经是一个列强了，就是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虽然我们的人均 GDP 还很低，很多人还没有富起来，或者大家的生活日子还很苦或者说这个很多人失业，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你艾森在这边胡吹海吹说中国多么强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当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强大了以后，另外一方面其实美国它的相对的实力开始衰退以后，实际上美国是在重新的分配它的资源，然后做全球的一个战略的调整的，所以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几十年的话，美国它的这个 GDP 在全球的一个占比，从大概1950年代的 30%，然后再稳定在 22% 左右，然后从2000年开始往下，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全球 GDP 当中的占比是逐渐越来越低的一个过程。那区别只是在于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可控的还是不可控是乐观的一个降低还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降低，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实力相对衰退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另外一点就是我其实刚才也讨论到为什么你会对于东升西降这么热衷，或者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粉红整天在吹嘘中国有多厉害。其实我当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说当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跟它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以后，很多事情会非常显著的被改变的一个事情的一个走向。比如说台湾问题我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是引述了当时在川普时期的这个助理国防部长的这一位老兄的话，他就认为台湾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中美实力的对比，美国可能被迫要放弃台湾。然后这位老兄现在其实再一次入阁依然是特朗普团队的一个核心成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昨天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最新的文章，其实也是呼应了这位老兄的一些观点，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承受不起这个中美冲突在台海上的一个代价，所以不会将战略重点放在直接为台湾而战这个事情上面，而是会选择第三条道路，就是首先你台湾自己本身要从这个自身做起，把这个国防力量加强，你不能整天喊着说自己身处这个斗争的第一线，但是你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重只有 2.45%， 甚至 2.49%， 不到 2.5%。 而美国本人美国的话很多的高官对这点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展现一个就是想要实战到底的一个决心，你怎么能够指望美国人派自己的子弟兵营，派自己的这个军队去砸进去台海帮你去保卫这个台湾海峡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就是因为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选战期间的话，也有很多的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核心成员，比如说这个 Vivek 跟他当时就在跟这个鹰派代表博尔顿举行了一场辩论，完了之后到底是应该继续美国全球干预的这么一个战略，还是说应该考虑战略收缩，聚焦国内议题，提升本国的竞争力。实际上这个辩论举行完了以后民意是压倒性的支持，就是美国要进行战略收缩，更多聚焦本国议题，然后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继续就是全球干预的这么一个道路。那所以我们其实刚才这一些事实已经可以就是呼应到我之前讲的两点，就是第一点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形成了事实上的双极，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么一个世界的格局。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实力相对衰退，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进行一个战略收缩期，这是两点是非常清晰的。那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的国内的民主制度被腐蚀，然后正在面临就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一个危机。那这个的话呢，
我会在接下来的一些slide 里面重点阐述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去说。那我相信我自己在大选期间的观察哈，第一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以前在我的认知当中，西方国家尤其是民主社会啊，他们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有民主社会有新闻自由嘛，所以我当年看这个美剧新闻编辑室的时候看到当时这个主人公就是美国不再伟大的这个演讲，其实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而且整个美剧我也都非常喜欢，因为每一个人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追求，然后几乎没有不好的角色，每一个人都自带这个主角的辉光然后有个光环效应，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也是就是在我心目当中美国为什么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在大选期间，当我看到所谓的一些我曾经以为非常受尊敬的非常敬重的一些媒体的品牌，比如说时代周刊如此的没有底线，就是没有底线的吹捧哈里斯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慢慢发现美国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能够保有他们所谓新闻自由跟媒体中立的一些原则了。当然这边我想稍微展开来讲一讲，就是我可以就是我能接受任何一个人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媒体它是有一些政治倾向的，比如说你更倾向于保守派或者自由派，对，但是你的政治倾向不应该就是在你的一些行为上体现出来。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福克斯，对不对？你是倾向于保守派的一个媒体，对，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偏袒特朗普这边的阵营，然后他们任何的丑闻你都去只是在帮他们辩护，然后如果这边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一些新闻你就掩盖，然后不让它暴露出来，那就是你不仅是在政治倾向上有立场，而且你在行动上也不再保持中立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首先要区分开来的。那美国的媒体为什么我认为他们不再保有新闻自由跟中立的一个原则，就在于说他们不仅仅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政治的倾向，而且他们的这个政治倾向在他们的新闻选择性报道以及各种事件我会在下面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就让我觉得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够让我说服我，就是相信他们依然还在这方面保有自己的一个新闻的理想，作为一个新闻人该有的一些坚持跟自己的一些准则，这是让我感觉最失望的一个地方。那首先的话，要让我们对于西方世界对于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的话，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表格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媒体的品牌，它会有中间派或者是右或者极右或者左或者极左。我们会当我们在读新闻的时候或者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心里有数。比如说绝大部分的就是类似的分类都会认为说福布斯或者是华尔街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立的，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CNN 是比较偏左的，对，类似这样的不同的分类会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我们心理上大概会有一个就是类似的一个心中要有数比如说他甚至把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 podcast， 比如说不同的Joe Rogan 他认为是在比较偏中间的，然后可信度如何，他的政治立场如何，都会有很详细的一个分类。对，另外的话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这边有皮尤研究所，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媒体有了一些更详细的一个分类。中间这个虚线就是在政治倾向上是相对来说是中间的，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媒体纽约时报或者是 CNN 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或者是福克斯电视新闻，它会在政治倾向上它是偏哪边，左边还是右边。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来看，就会发现说其实偏右边的媒体是很少的。你会看到美国的主流社会的媒体或者是西方社会的主流媒体绝大多数都是严重左倾的，包括 CNN、NBC、MSNBC、NPR， 就是纽约时报。你会看到主流的媒体是整体左倾的，偏右的媒体是少非常非常多的。那这个是一个主流媒体的一个媒体的倾向。
那就是对于现状的一个分析。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很多人之所以会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他们会有相差非常远的一个分析跟判断，还在于说他们对于美国的一个印象还停留在90年代。而下面这几个图片的话呢，就是非常清晰的显示了过去的20几年，然后30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极左病毒在美国在西方社会的一个迅速扩散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所谓种族歧视，所谓性别歧视，然后比如说一些什么同性恋，或者是就是跨性别之类的这种类似的一些极左的词汇，在一些主流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很显著增加的一个过程。那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大部分的媒体都从2000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开始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急剧上升。这是一个就是从时间上来看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刚刚发生的，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纽约时报它不仅是报道了，就是公开了马斯克跟 Doge 团队的所有人的这个照片呢，他们的 profile， 然后不仅仅只是包括一些像马斯克这样的公众人物，也包括了团队里面的一些普通的成员。这个本身已经涉嫌就是怎么讲，就是把一些人的隐私不必要的公开，而且他还在公开的征集更多的关于马斯克斗鸡团队的一些个人的信息。他不仅仅只是征求一些新闻的线索，他在征求一些个人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媒体已经开始越界了。所以我觉得新闻这一块首先已经是被俯视了。然后在大选期间，我能看到更明显的就是很多事情实际上是他们这些媒体是在非常明显的拉偏架。举一个例子，这个是 MSNBC 当时报道纽约的这个川普的一个集会哈。然后其中的一个电视画面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在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是在川普这个好像是什么花园来着，忘记了。在这个花园里面有非常大的这个川普的名字，然后它的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是麦迪森花园，然后在这个地方它显示的时代周刊的一个大标题，然后很明显就是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集会，然后竞选的集会往这个纳粹的集会上去引导。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写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当年所谓纳粹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人就是被殴打什么之类的，然后这用字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同时话外音出现的就是当时纳粹集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非常暴力的一个事件。我觉得他这个暗示是引导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当时在副总统辩论的时候，非常有意识的用这个时杂价格，对，然后把跟特朗普就是往身上泼脏水的1月21这个很明显的把它联系在一块儿。其实这个地方我都做过一些很深入的分析，这个地方我就不深入来讲，推特里面我也更深入的分析，也包括除了时代周刊没有守住底线之外，这个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也是用了一个非常没有底线的标题唯一爱国的总统的选择就是哈里斯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心态是挺复杂的，就是有一种灯塔就是黯然无光，就是感觉美国不再是以前那个美国了，对。然后还有做的更过分的就是CBS 的一个60分钟的节目，这个节目其实当时就是把哈里斯当时有一个回答问题回答的非常差劲的这么一个 Here is what played on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is not listening. Well, Bill,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has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movements in that region by Israel that were very much
prompted by or a result of many things, including our advocacy for what needs to happen in the region. Okay, so that was brutal. That just Listening. We are not going to stop pursuing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clear about where we stand on the need for this war to end.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视频的片段，就是前一个片段他答得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这个片段被剪掉，然后这个 CBS 专门为他把后一个重新答一遍的这个片段剪完之后放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偏袒的一个过程。对，更不要说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眼看着哈里斯这个选情告急以后，整个美国的主流媒体集中就是给特朗普泼脏水，都骂他是希特勒，是独裁，是法西斯。说实话，连一些英国的左派的报纸都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讨论过，说到底特朗普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其结论就是特朗普他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你可以想象这些人为了要就是往特朗普身上泼脏水，他做了多么夸张的一些控诉，然后甚至用一些什么退役四星将军的这个单方面的一个说辞来各种泼脏水。实际上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的刷新了我的认知，非常的没有底线。这里实际上我在当时的一个推文就是非常有代表性，就是当时慕容雪村呢自以为他自己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说有一个人指着 BBC、CNN、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的主流媒体说主流媒体都被收买了，他觉得我们这些人保守派或者一些其他的人质疑新闻媒体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他这个推特没过多久就被贝佐斯打脸了。那个贝佐斯因为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所有者嘛，然后他在这个公开信里面讲到，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不再信任新闻媒体了，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过去几年尤其是在大选期间，这些媒体走得太远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像以前一样秉持着客观中立的这么一个原则，而是毫无底线的，没有任何顾忌的，就是偏袒民主党，偏袒左派。所以这个事情就让这个当然你不能够排除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贝佐斯他们本身就发现说这个整个的选情对于哈里斯不利，所以他想提前站队，那你不能够排除这个出发点。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贝佐斯的这个公开信里面，他提到就是记者跟媒体的信任度是持续垫底的，甚至低于就是政客。那他自己认为是媒体工作方式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让大家不愿意信任媒体，认为媒体有偏见，所以当时就是亲自下场我觉得他这个公开信相当于是一个里程碑，等于说正视了就是很多就是一些包括左派的一些自由派公知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的美国还是90年代的那个时候的美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是到了现在，大家其实主流公众对于这个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也包括前2天就是贝佐斯再次出手要求华盛顿邮报更多的推广个人自由跟自由市场，而不是不断的在这个观点这个版面上不断的推销左派的一个 agenda 跟他们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就是来自于 Doge 团队的他们审计 USAID 的这个发现会有很多的钱从政府这边支付给了很多的媒体，包括美联社，包括这个纽约时报，包括 BBC， 包括路透社，他们都收到了大笔来自于拜登政府的钱。然后你说他们能够保持中立吗？我觉得很难说服我他们这些媒体能够保持中立。完了之后，这个是首先我觉得新闻机构被腐化的非常严重。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是本身这些民调的机构也是左倾的非常厉害。
这一块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单独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为什么我们不信任主流的媒体，反倒愿意去相信一个 poly market 这么一个赌盘，而会给你带来更清晰更准确的一个关于选情的一个认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来单独讲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所有摇摆州的民意调查都出现了这个偏向于民主党跟哈里斯的一个认知的或者是一个调查的一个误差。当所有人都低估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的时候，我就很难用统计学的误差来解释这么一个现象所以你会看到过去一段时间，每当没有特朗普参加选举的时候，他的民调结果是比较接近真实的特朗普一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民调结果都会不约而同的这个低估特朗普的支持率，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而且就是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讲一讲的，就是当我们有 84% 的美国人都支持在美国选举的时候投票的时候是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时候，在这么一个主流民意支持我们选举的时候应该出示身份证的这么一个情况底下，为什么民主党要坚持推行投票无需出示 ID 的这么一个政策？我想除了他们想作弊这个理由之外，没有任何合理的一个解释。对，所以如果你拿这个问题来问哈里斯的话，实际上他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的。那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除了民调机构除了新闻媒体的左倾之外，实际上教育机构也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教育机构左倾的也非常厉害。首先第一点就是美国高校现在基本上已经变成了是自由派的天下。你看哈佛大学 80% 的教员都自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保守派基本上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更夸张的是，如果你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法学院或者是历史系或者是经济学系，红色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而自由派的这些是压倒性的一个碾压性的一个趋势。所以你会觉得说在教育系统里面，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会有一个正确对社会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吗？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发现说美国社会最近10几年的急剧左倾，实际上是被左倾明显的教育机构跟媒体洗脑有非常大的关系。同样的，我们看回下面一些图表，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也是从2000年开始到2008年这段时间主要是在2008年开始这段时间都开始急剧的左倾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共性的这么一个趋势。对，然后如果在当今这个年代，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就会发现说连 AI， 你看OpenAI 也是前2天才刚刚开始删除关于 DI 的一个网页。然后如果研究人员也会发现 ChatGPT 它是左倾非常严重的，在美国的时候是倾向于民主党，在英国倾向于工党。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社会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体左倾非常严重。而如果我们看回移民政策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你会发现说就是各个国家不同的移民政策反映在绝大多数的国家的移民的这个第二代，他们很难融入他们的这个国家，他们会他们的后代学术的表现都比较差所以你会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认知，就是如果是移民这个问题的话，第二代第三代开始美国社会是有能力把他们融入，但是欧洲的话其实是比较悲观的，你会发现欧洲的移民后代是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的。而且
曾经有一段时间，马斯克就是在 X 上面提到，就是民主党的这个为什么要坚持边境开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为了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就是对于民主党的一个支持。那事实上也的确是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到第一代移民对于不同政党的一个支持的话，会发现第一代移民他是非常明显倾向于这个民主党的。对，而这边顺便讲一个非常就是在中推啊，在中文的这个互联网圈子非常常见的一个老生常谈，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会愿意支持民主党，原因就在于说他觉得民主党是保护亚裔的利益的。其实这个认知是错误的。最近刚刚发生的民主党内部的一个大佬的一些内讧啊，就是也会让我们得到一个让左派扎心的一个真相，就是民主党其实他并不在乎亚裔的利益，然后他们本身他其实更在乎的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些就是极左翼这一小撮人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这个拿出来的一些政策，无论是在移民啊，在教育啊，或者是在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他们拿出来的政策都是并没有为了亚裔或者少数主义，他们更多的实际上是看重保护的是性少数跟黑人这两个群体的利益，所以他们不但不会让亚裔享受到任何的好处，反倒有可能会刻意打压亚裔，让他们成功的这个希望，这个可能性变得更低。那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阅读我的推文，我这边就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推开来讲了。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说美国的社会整体的社会它的内部民主制度开始被腐蚀，原因就在于说我们会看到他们媒体上教育系统上这个民调跟移民以及它的政治气候各方面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左倾的倾向。这个图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图，就是为什么讲到说很多人包括马斯克，包括JD Vance， 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有一大帮人以前本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后来都变成了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原因就在于说你看本来大家在2008年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属于中间偏左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因为过去的10几年这个左派跑得太远了以后，你就算是在原地没有动，你现在已经被他们认定为你是中间偏右，甚至认为你是极右。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梗图了，对。然后我也会用更多的数据来证明这个梗图它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说如果我们把美国社会的一个就是民众的一个政治倾向做一个柱状图的话，我们会发现在90年代的时候蓝色的部分是民主党，红色的部分是共和党，大家的差异并不是很大，都在刻度5跟6，一个是5，一个是6，重合度挺高的。然后整个的社会开始变化了以后，民主党的这个中间派从刻度5向左移动到了刻度2，而共和党的这个中间从刻度6先是在中间有一段时间跟着民主党一块儿向左移到了5，甚至是 4.8， 然后逐渐回归传统的话也只去到了 6.5， 也就是说所谓的右派或者保守派在过去20几年他们只是向右移动了 0.5， 而这个左派的话他们直接从5移动到了2，向左移动了3个刻度，也就是说左派跑得太远了。而金融时报也发表过一篇类似的重磅文章，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他会取胜，他的分析就在于说如果看回
这个蓝色的线条是民主党的线条，然后红色的线条是共和党的线条，然后中间是灰色线，是中间的这些选民的一些线条。我们会发现说民主党在过去一段时间90年代尤其是2000年2008年，其实也就是奥巴马当政开始的那10年，民主党向左倾的非常厉害，对，而共和党你说他右倾，他其实右倾的没有那么的夸张，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本来你会发现在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说种族或者是性别一些包容平等的一方面的一些议题，本来的一个常见的做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进步派引领中间派跟这个右翼逐渐跟上他们的这个步伐。所以你会看到刚才我们分析有一段时间保守派会跟着进步派的这个倾向向左移动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2008年开始奥巴马上台了以后，过去10几年的这个转向太过于突兀了，所以会导致很多人都被抛在了脑后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对。所以因为这个变化，很多人也开始认为说，传统上民主党本来会被美国选民认为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政党，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在这些极左的议题上跑得太远，所以现在主流上所有人都会认为民主党现在主要是为一些极左翼的那些 LGBTQ 跟他们的一些就是喜欢操弄一些性别议题，喜欢操弄一些极左议题的这些极少数的群体来服务了。所以更多的本来应该是这个少数族裔的拉丁裔或者是非洲裔，他们从2012年开始主要支持民主党，都会逐渐开始转向于支持共和党。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次大选民主党会大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你会发现美国人从90年代尤其是海湾战争以后，对于军队有最高支持度将近80%几的支持度，到最近几年降到60%的一个支持度。然后美国公众对于媒体的一个信任度，从90年代的最高有60-70%的这么一个支持度然后急剧下降到现在只有31%的这个支持度，可以想见可以认为就是很多中推的一些大 V， 他们对于美国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们本人没有在西方国家或者美国生活的实地的经验以后，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90年代，他们还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是一样的。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过去几十年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在新闻媒体这一块很多人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再相信主流的新闻媒体，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然后除了刚才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之外，这是另外一份来自于左派报纸纽约时报的实证数据，其实也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过去20多年共和党的立场，红色的线条其实变化基本不太大，但是民主党的政治倾向从2008年奥巴马上台执政以后非常急剧的左倾，然后他这个左倾的程度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引入一个政治重心的一个概念，就是来讲解一下，就是西方社会整体左倾的一个程度到底去到一个什么程度。下面几个 slide 会讲到。然后所以现在美国社会的一个情况就是变成了左派跟右派两派互相越来越不喜欢对方，你觉得我傻，另外一方觉得另外一方就是很蠢，然后虚伪自私，然后都不愿意跟对方交往。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分裂日益严重的一个社会。对，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极分化非常的严重政治价值观的这个党派的分歧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到这个地方，我一直以来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我是粉红，我这个无屑于去辩护哈。我之所以选择移民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对于民主、对于普世价值观有一定的这个信仰。但为什么亲自来到西方社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会发现真实的一个西方社会的情况跟我本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状况有比较大的差别。我一直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以前没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美国社会跟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说这个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灯塔它其实真的是变得暗淡无光的呢？这个问题我其实考虑了很久，但是我相信这些数据非常雄辩的告诉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过去10几20几年，民主党他们向左倾的程度非常的严重，共和党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原地踏步，而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一些教育机构、一些民调机构一些各种非常左倾，美国社会整体左倾的情况严重到大家已经不再相信主流媒体的一些叙事，然后开始选择自媒体，选择一些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真相。所以到后来我觉得我想明白一点，就是其实不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是美国社会、西方社会整体是堕落了，他们腐败了，他们辜负了越来越多人的一些期望。这是一个我不愿意承认，但却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一个事实。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就是金融时报的这个变化把它反过来扣在这个非常著名的梗图上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保守派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变化，红色的这个小人这条线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左派他们跑得太快了，他们左倾的太严重了，中间派选民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一个客观现实，不仅仅只是一个梗图而已，这是有数据和实证的东西可以来支撑的一个东西。所以讲了美国跟这个大选的观察以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介绍这个政治重心的这么一个概念。主要讲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或者整体的西方社会当中，他们一些主流政党他们的政策立场在左右这个政治光谱上面的一个平均的位置。我们会发现说下面这张图应该会更清晰一点哈。我们会发现说对，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条线是中间派道路的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左边的都是左派的媒体右边的是右派的媒体，红色的主要是保守派的一些政党。我们会发现说整体的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跟这个西方的社会，他们都已经开始左倾的非常的严重。然后这很悲哀的，这个的确也是另外一个现实。如果我们拿这个英国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是纽约时报的刚才我们曾经一起看过的一个图表。我们会发现对于美国来说共和党是红色这条线，然后民主党是蓝色这条线。如果我们把英国的保守党黄色这条线跟工党绿色这条线来专门 highlight 出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英国的情况比美国严重的多得多。美国虽然它这个民主党左倾在2008年以后跑得特别厉害，但至少共和党基本上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但是如果我们看回英国本来应该是保守路线的保守党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所谓的右派或者保守派，它其实立场已经跟美国的民主党非常接近了，甚至在最近的话它这个左倾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民主党在2000年的时候的立场。所以其实英国的所谓的保守派它根本没有守住保守派的立场，它整个政坛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在严重的左倾。
这就是所谓的进步保守主义。所以他们英国为什么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整个社会都已经整体左倾，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JD Vance 在慕尼黑的时候会怼这些英国社会、欧洲的政坛堕落成什么样子。And unfortunately, when I look at Europe today, it's sometimes not so clear what happened to some of the Cold War's winners. I look to Brussels, where EU commissars warn citizens that they intend to shut down social media during times of civil unrest the moment they spot what they've judged to be, quote, hateful content. Or to this very 所以我相信我们通过刚才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案例或者一些数据，非常雄辩的向大家证明了三个基本的认知。就是首先第一点，中国的这个实力已经成长起来了，就是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就是2个超级大国或者是2极的这么一个格局。第二点就是美国的实力相对收缩，现在是战略收缩的阶段。然后第三点就是美国内部民主制度被腐蚀，它需要刮骨疗毒。我觉得这3个基本认知是我们接下来看很多问题的时候，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如果你不刷新这些基本认知，你还认为说现在中国的一些成就取得了以后是在吹牛，是在什么厉害了我的国，那你一定会导致你在看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出现非常大的认知的偏差。那除了这些基本认知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就是其实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我们思维的维度也有一些导致就是平时在跟大家交流或者是讨论问题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些偏差。这个地方除了就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的认知除了会随着他的时间跟阅历的增加会经历几个阶段比如说从你什么都不知道到你知道一点，然后到你随着人生的阅历增加逐渐开始积累越来越多的一些阅历会有更多的智慧以后，你会有更多的一些认知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讲的就是也有一个思维的认知维度的一个提升对，就比如说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就比如说你经常会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一个版权的意识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解一下所谓的认知的一些或者思维的维度。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里的版权保护换成是民主自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非常浅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这个认知的维度，你可以认为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版权的意识，对不对？然后当你开始了解了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后，你的维度就跟最开始的这个维度有了一个很显著的提升，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你可以认为完全没有民主自由意识的人，这也是小粉红。当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觉得民主跟自由很伟大，那他就会开始在心理上开始鄙视这些小粉红。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上升的一个维度，你会发现说虽然版权保护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条件底下，你如果过度保护的话也会变得有害，其实是损害了整个社会的整体的利益。那这个时候你的认知的维度其实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对不对？那如果当你在推特上发文说虽然民主自由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说在美国其实民主自由已经开始变味了，已经开始就是被腐蚀。那你发表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言论的时候那些刚刚开始觉得民主自由很重要的那些停留在那个层次的人会觉得说你是小粉红，但其实你已经不是停留在不知道民主自由很重要的那个层次，而是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层次。而往往当我想要发一些这样的一些言论，想要探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更期待的是不仅仅知道民主自由很重要，也知道说过度的
就是像欧洲一样一些过度的监管，实际上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整体的利益的。那我希望看到的一些反馈或者是一些讨论，就是如何在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在一个 AI 的年代，怎么样寻求一个平衡，既能够非常好的保护好版权，与此同时又不至于说损害这个社会的整体的竞争力。我觉得这又是一个上升到新的一个维度的一些认知跟一些讨论。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人他永远只停留在第二个层次，他觉得版权保护很重要，然后洋洋自得，然后其实他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一些基础。那个时候我通常会觉得，我就不会继续跟他们进行任何的讨论，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他觉得他自己比你更厉害，但实际上他的那个思维的层次跟思考问题的层次跟你不在一个层次上面，你们没有讨论的一些基础，没有交流的一个可能性。另外一点就是我其实也想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及时刷新各位的认知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看回大家经常说到一点，就是新闻最怕看核定本，对吧？但这个事情经常用来讽刺国内的一些新闻媒体多么的不靠谱。但如果你用同样的一个事情来看在商业界非常受到推崇的这个哈佛商业评论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在短短的10几年这个哈佛商业评论就会从最开始说为什么中国不能创新，7年之后同样这本杂志的一个标题就说中国有新的创新优势。而这个新闻发表了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已经看到美国的商务部长在公开喊话说，美国需要与欧洲合作来减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化是非常剧烈非常快的。如果你不能够及时刷新自己的认知的话，你的大脑就有可能，当你的身体已经坐在2025年这个时间的时候，你的大脑依然停留在2014年，你依然认为中国只会山寨不会创新，你依然认为中国是没有实力跟美国进行对抗，那用这样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一个认知，你是不能够得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停止探索这个世界，一定不能够让自己的思维老化僵化。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不管是推特上或者是在油管上，很多人会骂这些所谓的中国大陆的自由派是所谓的古墓派公子，就因为他们的大脑永远停留在当年让他们变成公知的那一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来不断的刷新自己的认知。对，然后其实这一个点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得出来，就是左右之争这一点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很多人不认同。对，到底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到底你是不是认可一些普世价值。对，所以整个的这个视频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是分享了过去一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些认知跟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如果今天的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